大家早安，又是新的一天，今天是第8天，对不对？第8天，一大早是个大晴天呢。日本的天气可真是变化多测，昨天下一整天雨阴天，今天就是天上都没有云，真的这个晴天来得太突然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呢计划是去到名古屋，骑大概是78到80公里左右这个距离去到名古屋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在 Family Mart 吃一点饭团啊之类的当早餐。感觉我们从早餐、午餐、晚餐全在吃米饭。这里是手捧花火的发源地。什么叫手捧花火？就是拿在手上放的烟花。昨天我们酒店门口不是有几个草墩子吗？那个像用草包起来那个一桶一桶的，那个是他们的花火大会的时候，他们会每个人就手上拿那个，然后在那里表演。吸火料。我们一路上看到很多徒步的人，我猜他们一群一群的徒步，该不会是参加某一个比赛吧？因为他们都带着同样的这种安全的这个安全带，绿色的一个安全带。到了罗森便利店休息一下，上个厕所，吃个东西，休息一下，每日一个野菜。我第一次尝试这个 crab stick， 还挺好吃的。应该骑了20公里吧，现在。越过这座山，我们就到了冈崎。冈崎公园，我们骑到了。午餐吃 sushi roll。一进来就有一个洗手池可以洗手。今天中午呢，我们来吃藏寿司。其实 sushi roll 在新加坡也有，我之前在新加坡跟台湾都有吃过。来吃吃看日本的吧。你看，这上面是松叶蟹，还有蟹黄。哇，出来怎么太阳这么大？好热！吃饱了，喝足了，继续上路。现在是骑了有38.8公里，然后现在的时间是差不多2点钟。那我们今天应该还剩下38，差不多40的话，就还剩下35公里左右。我们今天一路上呢，会经过很多工厂、物流，还有一些工业区，所以这一路上骑起来比较无聊啦。不知道下午是不是也是这样？是吗？哎，骑得有点无聊。
每次到了这种十字路口呢，有的地方它没有红绿灯，所以要过天桥。接下来我们马上就到了名古屋，在名古屋附近呢，就是著名的 Toyota 的工厂 ，Toyota 丰田发源地。如果你要直走的话，去那个小路上可以吗？如果是直走的话，走那个田那边可不可以？我们现在骑到哪里了？哎，来了来了，火车来了！哇塞，亮亮嘞！我们来到了一片稻田，这是一条很小的路，这上面有火车轨道，然后这两边呢全部都是种着金黄色的稻田。现在因为是秋天嘛，所以这个稻谷它已经感觉可以收割了，已经变成金黄色了，好漂亮哦！丰民站 Toyaki Station。耶！我们到名古屋啦！我们今天晚上住名古屋，好累啊！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个 rest stop Family Mart， 喝一点水，吃点酸奶。现在是63公里，4点15分。今天的天还挺亮的。我发现啊，因为名古屋这边马上就要到关西了嘛，西边，因为我们是往西边骑。那在东边就是东京那边呢，天好像暗的比较早，像之前这个时间4点在东京天已经差不多快要黑了，也不知道是因为今天晴天的关系还是什么，但是现在4点15，这太阳还没有下山，所以今天一整天天气都非常好。来到名古屋就瞬间发现这里的城市变大了很多，因为这里呢就卖的车呢就有一些是那种外国进口的车，像奔驰啊那些车，但是在那些小城市的话就只有日本自己产的那种车，对，然后这边很靠近丰田。房间这么大，不愧是哪国呀！哎呀，终于到了名古屋，第一次来，哇，这个房间真是一眼望到底，小的可怜啊，真的是跟东京差不多。因为在城里面呢，它的这个地方很小很挤嘛，所以呢，它的酒店啊也比较贵，然后也比较小，当然没有我们在乡下住的酒店那个房间这么大，所以这里的设施都是非常紧凑的。然后我们是住在名古屋的车站旁边的吗？算是比较繁华的地方。我们刚刚骑车过来的时候就发现楼下有好多吃的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下楼随便选一家。今天我们一共骑了有72-73公里左右吧，不算特别长。然后今天因为早上出发的比较早，所以呢下午就没有很赶。这个味噌拉面呢，味噌味道还是蛮不错的，第一口非常浓的味噌味，但是这个拉面越吃越咸，
真是我的舌头到后面都已经麻痹了，被咸麻了。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把拉面煮到这么咸，尝一尝还不错。然后它那个乌冬面呢，它是煮的比较生的，没有说煮到很熟很烂，所以说你咬的时候有一点点硬硬夹生的感觉。但这家店好像还挺出名的，我们来的时候好多人在排队，然后我在网上看也是推荐说这家。买了啤酒，还有买了牛奶、酸奶。看嘛，5只，这个是名古屋的特产名产炸鸡翅膀。很脆，外面的皮，外面是辛辣的胡椒。我们去的这家店，它是一家很出名的连锁店。我们去的时候，好多人在排队。它是一家居酒屋，它呢最出名的就是它的炸鸡翅膀，然后它还有其他的东西，饺子啊，还有一些小菜，酱油味的鸡翅膀，还有我们的黑胡椒鸡翅。我是倪妮江，喜欢从生活中发现美的感动。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，请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会在每周定期更新视频，记得点赞、转发，打开小铃铛哦。